大哥。今天我们要来做的科目是这部从基隆来的很漂亮的白色 R129-300SL 的故障检测。那这部车子因为它车主停牌多年，所以说，大哥很怕这个停牌的车子，因为停牌的车子，因为它太久没有发动，那缸体本身可能是很久没有润滑，可能会稍有卡住，再加上它所有的油路、电路都很久没有运作，那可能会有堵塞或是不良的现象。那这部车子呢，大哥已经把这个方向盘整修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方向盘非常漂亮，大哥也在这上面有签名啊。那因为大哥要对这个方向盘负责。那这个方向盘呢，我们在机台上面看到它的测试数据有高低不齐，那是因为方向盘堵塞。那停牌车子，这个方向盘堵塞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且是相当严重，甚至有时候呢，因为它油垢因为凝结以后，甚至都清不出来，有时候整个方向盘报销。那所以说，大哥建议你现在要停牌，这车子一定要定时最好1个礼拜就发动个10分钟，让油路、电路都能够运作，避免它沉淀堵塞。然后再加上引擎室里面因为有热量产生，会让使它干燥，也不容易潮湿生锈。那这部车子大哥回装以后呢，发现这部车子它有漏真空的现象。那因为大哥，大家会奇怪说，奇怪怎么大哥在做引擎测试最后一关的时候，好像都很顺利就直接把状况就做个简报让车主让大家了解说这部车子哪里做了更换，哪里做了调整，哪里做了整修，但是它整个过程我们几乎都没有看到，而且都是很完美的就结束了。其实，在整修过程当中是有经过很多的关卡。那今天呢，大哥就利用这个机会因为他这部车子的漏真空相当严重，所以说我们来看看它漏真空的时候怎么样检测那可能应该要怎么样的处理。那因为漏真空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怠速马达拔掉我们看到怠速马达在这个地方，我们拔掉的时候它并没有做提速，也就是说跟怠速马达的它没有作用，它也不会提速，所以它是最自然的转速。那它转速应该是在1000转以下有的可能会偏低，有的可能会偏高，有的可能插怠速马达以后会自动提升到850转上下50左右，那750上下50左右。那有时候呢，怠速马达插回去它会因为它自然转速会在比750更高，那它就会被拉下来。那无论如何，我们没有插怠速马达的时候，它转速一般来讲都在1100转以下。如果超过1100转，而且有听到空气的呼吸声，代表这个引擎它是漏真空的状态。这部车就是这样的现象，而且相当严重。那大哥把引擎打开以后，引擎运转以后，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来检测这部车的漏真空的现象。大哥已经把这引擎开始运转了，我们看到它转速现在已经达到1400多转，而且我们听到很大的吸气声我们大概知道在这个位置左右那我们怎么样来检测？你看它转速已经到1400多转，1500转，而且听到很不自然的吸气的声音这很明显就是漏真空。我们怎么样来检测呢？大哥提了一桶水我们从它转速很高，我们从第一缸好，转速没改变，第二缸
可是呢，进流就是喷油嘴的地方，第三缸，转速降下来了。第三缸的部分，表示说它的第三缸这附近，转速降下来了，它有漏真空，它又上来了。我们再试一次，第三缸，转速又降下来了，而且非常明显。那很明显，第三缸这附近下面是漏气的。再来第四缸，第四缸也漏气，很明显是在第三、第四缸中间。OK， 我们让转速让它再提升一下。好，我们再来第五缸。第五缸的喷油嘴部分没有反应，表示说这附近没有漏油。好，第六缸也没反应，代表第五缸、第六缸 OK。那我们知道是第三、第四缸漏油，漏真空。我们在怠速马达附近，怠速马达的附近，怠速马达的附近也有转速改变，代表怠速马达的这个部分也有漏，那应该从怠速马达的附近管路来的。怠速马达，没错，怠速马达这个管路有问题。那再来其他的部分，分油盘其他部分我们浇水。好，怠速马达的这一侧没漏，没问题，这里都没问题，这里也没问题。然后旁边的地方也都没问题，都没有漏水，都没有漏真空，转速没改变。好了，我们终于知道了，它这个应该就是怠速马达它整个辅助进气的部分产生漏真空的现象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引擎能够发动，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浇水测试。我们再试一次，最严重的应该在第三、第四缸。好，这第三缸，第三、第四特别严重。从以上的结果，我们就知道它的漏真空是在怠速马达辅助进气这个地方产生漏真空的现象。大哥已经把这个喷油盘又把它拆下来了。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产生漏真空，哪一个空气管断掉。我们来看看原来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这管子原来应该是接在这个位置的原来应该接在这个位置，就它应该脆裂我们看到它脆裂了。它脆裂之后呢，造成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这个一直在进气，一直在因为引擎产生引擎运转的时候会有吸力，产生空气量无限大的一直增加，所以它转速降不下来。那整个怠速马达的工作原理大哥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到这个管子这个管子是进气也就是说喷油盘喷油盘下面它是进气，它进的是空气，喷油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从喷油盘下面进来进去这个地方节气门的是空气，那跟喷油嘴的喷油量来做配合达到完全燃烧混合比空燃比14.7左右那至于怠速马达它是怎么工作的呢？它就是利用这个地方接到喷油盘的屁股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那黑色这个整个胶面就是进气同我们那个侧流板进去的空气量。那所以说它到时候因为引擎它吸力，它从哪边吸呢？这个地方一条在3、4、5缸中间，3、4缸中间
好，就这个洞。那再来就是2、3缸中间这3个管子，也就是说，怠速马达从这边进，从这边出，被引擎的吸力往这个方向吸进去之后呢，到2、3缸、3、4缸、4、5缸这4个管子，一直到我们的燃烧室这个地方，也不应该讲是燃烧室，应该就是说进气歧管。OK， 那空气量的改变，怠速马达这个因为它一这样运转，空气量的改变，这里空气量的改变，使得转速也改变。那它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来产生我们怠速马达提速或是减速的效果。那因为这个管子，我们看到这管子已经断裂了，所以它空气量非常过多了，没有办法受到这个怠速马达的控制。那所以说，空气量我们听到吸气是从这个管子一直被引擎的吸力所吸进去，所以听到很大声的吸气声，而且转速过高，就空气量过大。那现在大哥只好想办法把这管子已经断裂了，想办法把这管子把它接回去做一个套管或者怎么样，使得它这个管子能够接回去它原来的位置。就这个就是大哥必须要做的工作，也是必须要整修的工作。整修完好了以后，我们再把分油盘再回装上去，然后呢，再看看它是不是把漏真空的问题解决。